提到不列颠空战，大多数人会首先想到喷火式战斗机，但还有一款战机可以说是英国成功度过不列颠空战的最大功臣，期间皇家空军取得的战果大多都由它击落。这就是二战中名闻遐迩的飓风式战斗机。该战机曾惨败给诞生于同一时期的对手，接着又因战功赫赫而名声大噪，被称为挽救英国最重要的武器。在不列颠战役中击落的德国飞机约1500架，比其他飞机地面火力加起来击落的还要多。在之前的法国战场上，也是对抗德国空军的主要力量。战后许多年，每当不列颠战役纪念日时，都会有一对飓风从伦敦上空飞过，表示对这种传奇性飞机的敬意。今天我们就聊聊由英国霍克飞机公司设计建造的飓风式战斗机。20世纪20年代，英国空军一份报告提出，时速超过300公里的战机很难编队飞行，也不能做剧烈的机动动作，因为过载会大得令飞行员无法忍受。再加上单翼机不安全的著名研究报告，令英国空军的高层一直对单翼战斗机持怀疑态度。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单翼机和动力操作炮塔成了飞机设计上的两股潮流。霍克飞机公司的肯姆爵士富有远见地坚持设计单翼战斗机，其设计的新型单翼战斗机就是后来飓风式战斗机，其按照当时英国航空部规格而设计，并争取到军方的采纳。规格要求生产一种配备劳斯莱斯 PV-12 发动机的战斗机， PV-12 发动机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梅林发动机。某种程度来说，飓风战斗机的设计在推出时已经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它最初使用了霍克飞机公司建造双翼机的技术，以传统机械方式结合和固定而非焊接。悉尼肯姆把设计交到航空部时，被他们以太正统为由而否决。霍克飞机公司孤注一掷，独立支撑肯姆，把他的设计付诸实行。1935年11月6日，首架飓风式战斗机试飞成功，于1936年开始量产。其简单的结构令生产十分容易，而同期推出的喷火战斗机则因结构复杂、设计新颖而令生产速度大大减慢。获得飓风战斗机的飞行中队早就熟悉了这类老结构飞机的维修方法，维修简便，减配宽阔的起落架。1937年10月12日，第一架量产型飓风首飞，它标志着英国为了准备战争而加强空中力量的开始。至1939年9月，共有18个半中队497架飓风进入空军服役。到1940年8月的不列颠空战之前，霍克公司总共交付了2309架飓风式战斗机。1940年5月，挪威战役中，皇家空军的岸基型飓风降落在了光荣号航母上。这些实用经验为飓风被改装为海军飞机在航母上使用奠定了基础。飓风式战机发展了多种型号，其中海飓风的发展同时按照2条路线进行，一种是常规的舰载海飓风，一种是配备了简易式火箭弹射器，从改装商船的船首上弹射起飞的海飓风。飓风战斗机的设计最初使用了建造双翼机的技术，以传统机械方式结合和固定而非焊接。机身结构以由钢管组成的涡轮式横架构成，装上机肋和纵梁后附上布质蒙皮。到1939年4月，由一种硬铝制造的全金属与硬力蒙皮结构的机翼取代，其后出厂的飓风均使用这种机翼。同期推出的喷火式战斗机则使用金属制硬壳的机翼结构，虽然强度较高和较轻，但对于子弹的对抗性则较差。飓风战斗机机长 9.75 米，机高4米，翼展 12.19 米，空重2605千克，最大飞行速度334到511千米每小时，最大航程740到965千米，实用升限10973米。在设计过程中，肯姆爵士把飓风战斗机原计划采用的苍鹰发动机和固定式起落架改为马力更大的灰背隼 PV-12 发动机和收放式起落架，并将作为主要5倍的4挺机枪增加至8挺。此外，飓风还采用了许多当时十分先进的技术，如流线型的机身，前半部附以全金属蒙皮，封闭式座舱盖向后滑动打开，方便飞行员跳伞时的紧急脱离。灰背隼液冷 V12 发动机在6400米高空时，功率为1185马力。海飓风的引擎则为灰背隼2型3型引擎，功率1030马力，配备3叶横速螺旋桨，发动机由内置或外置式电池启动。总体而言，灰背隼发动机与飓风的机体契合度较好，这使得飓风在坚固的外表下有着漂亮的气动外形。除了后部，整个座舱的视野相当不错。
飓风式 Mk2A 型和海飓风式配备8挺 7.62 毫米口径波朗宁机枪，飓风式 Mk2B 型配备12挺 7.62 毫米口径波朗宁机枪，飓风式 Mk2C 型配备4门20毫米口径希斯巴诺 Mk2 机炮，飓风式 Mk2D 型配备2门40毫米口径维克斯 S 型航炮，2挺 7.62 毫米口径波朗宁机枪。另外，飓风式 Mk2C 型和 Mk2D 型还能携带2枚113千克或2枚227千克炸弹。飓风式战斗机自1937年正式投产，1944年度停止批量制造，共建造了14000多架，是第2次世界大战中生产数量最多的战斗机之一。二战时期，飓风作为英军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被派往欧洲大陆，担任前线空中打击部队的主力。但战果大大出乎英国人的预料。1940年5月8日至18日，短短的10天里，飓风就被击落250架。在掩护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空战行动中，又损失了近150架。1942年初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空战当中都有飓风参与，但也同样被日军飞行员以为是喷火。法国战役中，英军3个中队共36架飓风式战斗机正在编队飞行，突然发现约10架 Bf109钻云而出，从大队的侧后方扑过来。英军带队长机立即率领机群转向迎击德机，但笨拙的转向还没完成一半，德军战斗机已经咬住排在编队最后的英军战机开火。转眼间，在击落了英军4架战机后，德机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战斗过程中，英军未有机会发射1发子弹，有的飞行员甚至连敌机都没看见。1940年8月，不列颠空战中，注意力都被足以和 Bf109 匹敌的喷火式战斗机所吸引，因此飓风式战斗机的功绩往往被忽视。实际上，当时英空军中飓风共有32个中队，而喷火式只有19个中队，飓风仍是英军战斗机部队的主力。当喷火式与德军护航的 Bf109 纠缠时，飓风式则趁虚攻击德军 Bf110 双引擎战斗机和轰炸机。纵观整个不列颠的空战战役，飓风式击落的敌机比英军其他任何一种战斗机都多，功不可没。但大多数的德军飞行员都以为自己是被喷火所击落，因此风头都被喷火式战机抢去了。1941年开始，英国海上运输队频频遭到德国 U 型潜艇和 FW200 远程轰炸机的袭击。为保护性命攸关的海上运输线，英国把飓风做了一些改动后，成为海飓风，配置在匆忙加装弹射装置的商船上。执行战斗任务时，将海飓风用弹射装置弹射出去，完成任务后再迫降在海面上，由其他船只设法把飞行员救起。后来才对海飓风加以改进，配备在英海军的航空母舰上。1942年8月，护送赴马耳他岛船队的战斗中，70架海飓风迎战总数超过600架的轴心国际群，取得击落39架，而自己只损失7架的出色战果。在整个二战期间，英国将飓风战机作为军事援助，给苏联提供了大约2900架。跟英国不同的是，苏联将飓风战机当作轰炸机来使用，他们动手改装了飓风的武器装备，给其加装了火箭导轨和炸弹挂架。火箭导轨可以发射火箭弹，炸弹挂架可以挂载50千克到100千克的炸弹。除了改装武器装备外，苏联人还对飓风进行了幅度比较大的机体改造。这些改造后的飓风战机在二战后期为苏联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飓风式战斗机参加空战之初被大量的击落，除了总体性能确实比 Bf109 差及数量上处于劣势外，但飓风实际上是取得了英军战绩的60%，并且一直到二战结束都有它的身影。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